当我们来到湖南大山深处的一个古村落，这里风景优美，空气清新，几十年的泥土房仍然坚固如初，白发苍苍的老人仍然神采奕奕。曾经热闹的古村落，如今只有几位老人坚守在这里。从老人的口中得知，在这个村落的高山之巅，仍然有房子，并且有人居住。徒步2个小时后到达山顶，发现一对七旬老人住在这里。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烧制木炭。夜幕降临，这里只能与灵为伴。与他们的交谈之间，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不易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。现在我来到了湖南的一个大山里的一个古村落，我现在在这个古村落的入口处，在我身后有零零散散的几栋泥土房。像这种泥土房，一般都只有中老年人仍然独守在这个大山里了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，是我正前方这座大山的山顶上。我们的无人机发现，在我正前方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栋泥土房。那栋泥土房的旁边还开垦了菜地，我想那栋泥土房应该是还会有人居住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徒步走到山顶上去看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古村落，然后我们的目的地在我正前方的山顶上，据说那里也是一个古村落，而且上面有一栋泥土房，旁边开垦的菜地。那么我们现在徒步上去，我们车子的看样子这样的路是没法走的，因为2驱车不是4驱车，而且这个路看上去非常的泥泞不堪。我们现在对路况不是很熟悉的地方都不敢再开车上去了，所以打算徒步上去。这里看上去还有车子从这边驶过呀，这旁边还有当地人在这边接的水管应该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山泉水。这里有一栋房子，看样子是泥砖房，旁边外墙上是重新粉刷了水泥。这里是一栋平房，看样子是一位老人家住在这里。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他都走进去了。这旁边有他开垦的菜地，种植了一些蔬菜。好，哇，我面前这条路泥泞不堪我估计前段时间这里应该是下了雨。旁边都有电线杆，往山里面引村。我面前这里一大片的田地基本上全都是荒草了，全部荒废了。只有那下面还有一片是有种植过水稻。那么在这个山谷里面它还能种水稻，说明这里的阳光还是比较充足，水源也是比较充足的。那里有一个用木头搭建的一个小棚子，应该是养山羊的。在山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木质结构的小棚子，基本上是当地的人在这边做养殖，养一些山羊或者是黄牛。这路上看上去是那种挖掘机走的痕迹。现在是冬季了，这个山谷里面的山泉水还有这么响亮的流水声。整个这一片看上去也是石头山。那么这条路呢，也是崎岖不平的一条路。这里骑摩托车可能还行，但是小车子开上来还是比较困难的。那么现在进出这山里的
人们我估计也就只是来山上砍伐树木啊、砍伐竹子的伐木工。山谷里面的空气特别清新，这边的植被草木还是非常的茂盛。像山上这些草木植被呀，它生长在上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，它可以防止山体滑坡，防止水土流失。以前这个地方都有一条路可以上去，不过已经荒废了。你看这里的水管越来越多了。山脚下的村民啊，他们要接这样的水管啊，从山谷里面接下来，这个工程量也不小嘞。我们从刚刚村落的入口处走进来啊，也走了大概有1公里路了。整个这一片都没有看到人家，也没房子。我们继续往里面探寻。在镜头前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一排用石头垒砌而成的一个地基，应该是以前住在这里的菜地或者是田地，也有可能是他们以前房屋的地基。对，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到房子的痕迹，说明这个地方有可能废弃了30年了，至少有30年以上。我们刚刚在村子的入口处那个位置啊，飞了下无人机。从无人机的视角看，这个山顶上啊，有一栋泥土房。这里有一个用青石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石桥，可以通到对面去。以前这里呀，可能就是当地人的菜地呀、农田呐，也有可能是房子。是的，但是现在一片杂草。我猜想这个古村落应该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了。现在中国很多这样的农村呐、古村落呀，在慢慢的消失。随着这一辈的60、70岁的老年人相继离世的话，那么很多古村落呢也就消失了。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留守在这个山谷里面了，因为年轻人都喜欢热闹的大都市嘛，喜欢繁华的世界嘛。老年人呢就比较喜欢清静一点的生活嘛。这些都是挖机的链条的痕迹。哎呀，这些水管呐、可能都要埋几公里了。我们从山脚下到那栋房子的距离大概是3公里左右，一直沿着这个盘山碎石路走上去，也是很奇怪啊，这里没有看到电线杆了。山谷里面也没有看到电线杆，那有可能他这个上面这户人家他们家的通电情况，有可能是从地底下埋过去的电线。我们已经快要到达山顶了，走了2公里。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眼前有一个岔路，在我们右手边是一条往上山的路，左手边也是一条往山上的路，不过是往左边绕到另外一个山上去的。我们不知道哪条路是通往我们在无人机看到的山上那个房子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，顺便用无人机探查一下，看看房子到底是走哪条路更加近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休息10-20分钟吧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也有20分钟了。刚刚我们的无人机探查了一下，发现山顶上的这个古村落就是
从我脚下的这条路走过去。另外一件事呢，就是在我的右手边那棵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马蜂窝，要是夏天的话就会很危险。那我们现在就走我们右手边的这条路上山吧。我们刚刚从山脚下一直走上来啊，都是这种碎石泥巴路。这种泥巴路可能都是后期挖开的，以前肯定是没有这么宽阔的路可以走的。哎，前面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水塔，这个位置有当地人在这里用这种不锈钢水塔做一个转接。这里有几根水管是从上面接下来的。你们看我旁边的风景，非常的秀丽。今天完全是阴天，我们无人机飞出来的感觉啊，都有点雾蒙蒙的感觉。它不像平时出太阳的时候。幸好这条路啊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这条路比较宽嘛，所以在无人机的视角下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哪条路可以通往山顶上这个古村落。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啊，更加的开阔了。我们通过无人机发现，这个山顶上啊，路面四通八达，到处都可以通行，到处都有车轮印，说明这边的路应该也没有荒芜。哎，整个这一边看上去以前是不是有一栋泥土房在这里啊？我看一下，是的，这里看上去以前这里建的泥土房，只是完全坍塌了，几乎看不到痕迹了。不认真看的话，这里都还有木头搭建的房梁啊，还有泥土。所以说，住在山顶上的人呐，估计这个地方废弃了至少有30-40年了，完全坍塌了。以前住在这山顶上的人呐，他们出行真的很佩服他们，平时怎么上下山的？我想这个芭蕉树有可能是这边的村民以前种的，但是现在都荒废了。你像湖南的山里面啊，我们经常能看到当地村民种植的芭蕉树。像这种芭蕉树，一般在中国的海南、广西一带、广东一带种的会比较多。在湖南这边山里面也是种的很多。因为它是热带水果啊。是啊，按道理山里面的气候啊，它的气温要相对比较低，但是芭蕉树都还能够生长，也是很奇怪哦。因为湖南的气温它并不是很稳定。我们走到这个位置，发现这2棵树上长的这种白色的花，从远处看好像玉兰花，但是又好像不像玉兰花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种花？上面还有一个鸟窝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应该是小鸟窝，但是也是很奇怪哦，它把窝搭在那个位置，碰到下雨天，它不会打湿鸟窝吗？所以大自然真的是很奇妙啊。然后我们在这个树枝这个位置啊，拍得到它的花骨朵，毛茸茸的，它是含苞待放的，还没有开花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花朵、树木。这里又有一个岔路。哎呀，这个山上的路真的是很复杂呀。这里是往右手边到
这边去，然后这里呢又有一条路到那边去。那么我们尝试先往这边走吧。两边都有车轮碾压的痕迹。你抬头看，上面有泥土房。哎呦，是的。啊，房子就在我们上面了，终于爬上来了。这栋泥土房看上去非常的古老啊。这栋泥土房门前停了一辆3轮车，它这里还有烧过火的痕迹。是的，它这个位置很平坦呢，平时晾晒一些农作物啊。哦呀，它这里还种了包菜。开垦的菜地种植的包菜，说明这里应该是有人住啊。它这里还连了卫星锅嘞。是的，山里面的人基本上都会安装这种卫星天线，可以接收电视信号。它那个在家里可以看看电视。它那个3轮车好像还在充电呢。哎，是的。门前堆放了一些红薯藤，我估计在这里面应该养了山羊。还有砍了这么多柴火，这个3轮车还在充电。是的，只是今天人不在家，门上一把锁，但是可以断定，这里面还真的是有人在这里居住哦。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，这里还开垦了一些菜地呀。不过这边房屋看上去都快坍塌了。这种泥土房看上去应该都有40、50年的样子啊。你想以前住在山里面的人，他们修筑这样的泥土房，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。你像它的房屋地基都是山上的这些石头垒砌起来的房屋地基，泥土。那么这种房梁啊、房柱啊，都是来自于山上的树木。瓦呢，可能就是在当地附近烧制的。整个这一片山上啊，基本上就是竹子，还有这种茶籽树啊。看上去应该会有人住，要么就是在这上面搞养殖。主人应该还在山上，没走远，因为他的车还在充电。这条路有通这种小型的3轮车还是可行的。整个今天我们花了1个多小时爬到这个山上来呀，不是非常走运呐，没有碰到这个房屋的主人。哎，叔叔你好，请问这栋房子是你们的吗？哦，我们是到这个山上来玩一下，发现这山顶上还有房子哦，所以很好奇啊，是什么人住在这里啊？你是到旁边去砍的这个竹子吗？哎呀，我好像刚刚是一直有声音呐，后面是婶婶吗？哎呀，哎呀，那今天还是比较幸运呐，走上来。婶婶你好，你是的，你是去山上搞了什么东西来了？爱啊，看爱来，爱呀，也是个路边上搞的。哦，这是你们的房子，现在你们还生活在这个上面了？哎，哦，这个房屋你在这里住了多久啊？我的这个，我回来过个6年了。看爱耶，哎呀，看一下。我是4个人的。哦，现在就有这种做青团的。哎，这个爱的。是的，这种做青团的这个，哎呀，这要到山里面去找哎。这路边我都没怎么发现了。这是个路边上。哦，稍微在里面去。上面来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做青团，
就是我们说的做蒿子粑粑。好啊，好。看看那条，都还做一下。啊，做一点那个糯米青团。对，山里面这些野生的这些东西，还是吃的很健康啊。这个没有打苦手剂。是的，野生的嘛。这里的菜也是你们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。就你们2个人吃的菜哟。种了一些白菜，还有一些葱、大蒜。你这个房子有多少年啦，叔叔？哎，100年呐！哎呦，我刚刚还说少了，刚刚还说40、50年的样子。那真的是非常久啊，住在这里。你们一直就生活在这山里面了，没有下去啊？回去我们老家是这里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哦，你这是以前的祖宅基地。这里住个几年了又。去几年了？哦，是以前又出去了，可能有很久没住，然后又几年又到这里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又从外面回来了。这个电动3轮车子是你开的了。哎呦，这条路我一路走上来呀，蜿蜒盘旋的，非常陡啊！你这个车子碰到下雨天估计都不好走啊。不好走。哎呀，以前这里没有路，他修的。哦哟，以前这条路都是上来不了，都是很窄的羊肠小道吧？那你这条路都是你们请挖机挖开的？请挖机挖开的这条路啊？那个时候收白糖的，收白糖啊。什么？木炭，就是那个。收木炭啊。收了木炭马用。哦，烧木炭呐。烧木炭，平常在这上面烧木炭。就那上面。哦，在那上面烧木炭哦。是木炭，不是马用。烤火的那种。烤火的木炭，但是你这个要把它运出去，还是要有走车子，你不可能靠人工。人小苦了，经营不行。哎呀。该有人都来带。那这条路蛮远的嘞，走上来几公里远呢。是啊，那你请挖机就挖开来，这投资也好大。我这从这里挖上来的。哦。像联系那个上面。国家拿钱挖的。哦，就是你挖了一截，也不是很远。哎呀，叔叔您贵姓啊？我们姓熊。姓什么？熊，那个熊熊猫跟熊啊。熊啊啊熊啊熊叔叔，您有多大年纪哦？我70岁了。70岁啊？哎呦，看不出来啊，只是说头发有点白了，但是看不出来有70岁啊。我看你们这上面种了辣椒、白菜，你在这上面养了一些山羊或者是其他的吗？没养，你们也并不是长期住在这上面。我这里给你几年记了，我老天他在城里去了，我买了我在城里去了，那个老屋边选就了留一下子，因为我给他管理下去。哦，偶尔会来打理一下，就是在这上面。快倒了100多年呐，那肯定啊。我是我的台阶的呢，那我给那边出我的书记，给我的收管家的。就这头，我的心更大，我这里。以前这里是全部有好大的房子是吧？但是这里屋基都看不到啊，痕迹都看不到。屋基的有一些到那里，我的正墙在这里，就是2边个屋都是2边个屋。哎呀，有几十间房屋。有20几个整个。有20多间房屋啊？那你以前的兄弟姐妹多呀？我的有6姊妹呀。有6兄妹哦。那是哦，以前要住。有3个女，也2个仔。你们是以前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山顶上吗？以前是个。哇！82年才去的。82年才大面积移出去了。以前这山顶上住了多少户人家呀？整个刚刚我们一走沿途走上来就住了好多人呐，有100来户不？有没得搬了几十个人。有几十户人家。就搬到今年是。100多人。那以前住这山顶上，你们要上下山呐，都是一条不是很宽的路。那我看着。那你们怎么出行的哟？不是走路啊，用那个头挑着累呀，以前不都是这样。用肩挑手提，然后会用一些牛啊驮一些，或者是独轮车来运一些比较重的粮食啊。是，粮食让你自己山里就田里种啊。你有几个小孩呀？我的2个儿子啊，有女儿吗？也有啊。也有女儿，他们都出去了。那他们小时候
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从这山上走下去的。啊，我们都是下头啊，那个底下。哦，下面的那个村庄。但是要走这样的山路上下山也还是比较麻烦。6里路啊，下面去还下去。哦，从这上面走到小学去有村里面小学有6里路。那确实是比较的麻烦，上下山呐。以前你们住在这山里面，能种水稻吗？也种水稻，在山谷里面，一年只能种1季水稻。那每个人要分到的田地多吗？几分几田？一个人平均一个人几分田？山里面呢，只能种这些了，种一些蔬菜，自给自足。养一些山羊可以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哎呀，谢谢。喝点茶。哎呀，这个茶叶是不是你们自己摘的哟？这么高的山呐，也背不起什么牛奶啊那些东西。我们带了一包麦片给你们吃，送给你们吃。不要不要啊！送给你们。哎呀，我们自己有嘞。你像我们爬这么高山呐，好累的，然后也只能放这个。你像山上的话，我看有很多竹子可以利用。还有一些沙树啊，你像砍一些来，然后你刚没有了，主要是竹子，我看了好多竹子。其实竹子也可以烧炭呐。豆子收不了，有人收啊。有人收竹子啊？有收豆子个，收得到嗰時搞筷子豆頭呢。是的，竹子可以做很多制品咯。就是嗰條織得一些。300多一吨的360一吨。360一吨的竹子。也難搞喂，個兩但是也很難搞喂。太路是你讓你哪片的你要。是的，你要到山上去砍下来，然后把它放在路边，别人再用大车子来拖。但是你现在70来岁了，你到山上砍这些竹子，还是不得下来，真的很难。那个豆子小個要不要？要大一個。他们还小的竹子不要，还需要那种比较大的，那扛都扛不起。是吧？我看这条路走货车应该也还是走的。他都说那里都来不得，你都在下面大楼。前面还有人住嘛？是吧？没有，就是都好多下面的人都是在山里来挖药。挖山药，经常有人到山上来挖一些中草药。挖药的。这山上有好多中草药啊。我哋不认得有些个。不认识。是的，要对中草药有研究的，是可以挖一些。你像山里面有好多，你看这种啊，那个黄花呀，那个就是中草药，那个就是千里光。啥的？这个？对。这是9里光吗？9里光也叫千里光，它有好多学名。这个东西对眼睛好，它要烧水，然后把那个泡的水啊洗眼睛，还有对皮肤也很好。我也不晓得。我们在网上查一下，以前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认识菊花、野菊花。但是这个东西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这个是千里光。挖了2个路边上都有。哇，也就是整个那前面开又是别人挖的还是你挖的路啊？也是你挖的呀？里面有一个窑是吧？烧木炭的。都2日搞嗰條斧子啊，嗰就在那个窑里去燒。就是烧这个木炭。然后木炭冬天别人要烤火用啊，是可以哦。木炭卖得好吗？不行，今年温度高了。今年天气不冷，所以行情不好卖，没什么。天气越冷，就像我们小学语文课里面学过什么天福卖炭翁，记得吗？记得。是不是明明就很冷，然后卖炭翁呢，他烧炭的时候呢，他就希望天气越冷越好，越是下雪天，那么它的炭呢就能够更好卖。对，所以说真的是很矛盾啊。所以说也是生活在山里面的人真的很苦嘞。去年很冷，去年这边下雪了吗？下了雪。去年下雪，哎呦。2个年子我哋讲个嘛，真的，2个是变动个年啊，变动个年。去年不是个豆子也叫到了不？去年2023年。嗰時胡子下凍個位置。
哦，以前这一片的山上的什么竹子啊，这些树木啊，全部是那个豆子下沟那个是得下了。哦，全部都是前2年的那个下雪天呐，很冷的天气，全部摧毁了。哦，全部被那个暴风雪给摧毁了。我在想，我费了9牛2虎之力爬上来啊，竟然门上一把锁，然后呢没看到，但是我在这个地方隐隐约约能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，还有那种砍树的声音。说我本来刚刚还打算往前面这条路再前面去走一下，但是我在想，还是再等一下，哎，可能还能碰到这个房子主，因为我看到这个车子在充电，可能主人就没走多远，或者在山里面去干农活去了。哎呀，所以还是比较幸运的。那你今天还会下山去吗？今天不下了。今天不下山，今天上来了。哦，今天才上来的。不要紧。那你的儿女不用，好，谢谢。那你的儿女他们经常会上来不？他们也经常上来。哎呀。那你平时那个烧的木炭呐，要运到山下去，也是用这个车运吗？这个车子拖2头3头哎，拖几袋子下去。本来木炭重倒是不重了。那个是木炭没得，今天。啊。不是拖蹲的呗。哎呦。嗯。那种小型的冰箱。哎呦，这是你们烧的，这你们烧的木炭呢？哎呦，这个木炭确实是冬天烤火好。你这种木炭要卖多少钱1斤呢？卖出去？天天都对了的，就150一斤，150、120斤。150、100斤呢？这样我就拖到5斤口斤买，就是200，对吧？2块钱1斤，100斤就是200块钱。我是个听不知道，我的这个做的你就是。这里是山泉水，一直接的山泉水可以用。你在这里还养一些蜜蜂吗？同时养一些蜜蜂。今年自己没好多糖，就是。哦，今年没有多少蜂蜜了。这里还种了一些白菜，一些辣椒。冇得10周的是不干，送了60期、70期就外面大过也没人要了。哎，弄不到钱，然后住在这山上呢。这里的主要是空气也好，然后自己种点蔬菜。是的，还是到以前生活的地方来。还是好些个人呢。北京啊，空气。这是厨房，厨房光线啊。有点灯还是可以了。是的，就一个锅嘛，可以搞饭呐。到锅里搞饭去了。这里有烧水。就有。烧了火就过里有水了。是的，有2个人在这里生活，还是有个伴呢。我一路上来没有看到山谷里面没有电线杆，那么我在想电线杆有可能是埋在地底下了。哦，从另外一个山迁过来的。是的，我在想这个山上啊，应该是4通8达。哦，这个从地底下埋的那个电线。这个皮线就丢在地下，是。哎。上面就有电。上面有木的树子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还是有电还是方便的。你这里有电有水，然后又架了这个户通这个锅，还是可以看看电视了。有2个人在这上面生活还是可以了。基本上你们就是来这上面养老的。你看这上面空气好啊，自己种的菜呀，用的是山泉水呀，真的这里的生活还可以哦。那你平时骑这个车子真的要慢一点骑，上来好一点。上来还好一点。下去还没得带嘛。下去的话，你就要那个刹车要非常灵敏。对。这个是还是走这种车子，3轮车我觉得更难骑耶。那个3轮车反而比2个轮子的车更难控制。它景观不好。哎，对，我上来的时候一直是这种弯来弯去的路啊。你这3轮车的那个方向如果把握不好啊，很容易侧翻。对，所以不好弄，要开车，尤其是装运了很多
那个炭的时候啊，木炭的时候啊，更要小心。骑闲了就懂的，它就可以。对，你要经常骑得很熟练呐、像我们没骑过这个三轮车，不敢骑。你像我开车的话，像你这种山路，我们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下，我都不敢开车，我宁愿走路，虽然很累。我以前去另外一个山顶上啊，也是不知道路况，然后开车上去了，结果陷在一个山谷里面了，上不来了，然后后面是请挖机把我车子挖上来的。好麻烦的，所以现在再也不敢走那种路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湖南呐、就是山里面长的这个叫什么蒿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的是艾啊，你们这边说叫艾是吧？艾叶是不是？你看没事的话，到山里面采这种野生的这种植物啊，然后可以做点糯米青团，是吧？一方面又锻炼了身体，山里面的空气也好，负离子满满的空气。你们平时像夏天呐、这个山里面有没有野生的猕猴桃啊？有啊，今年哦，这段时间对呀，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嘛。你像7、8月份的时候啊，肯定就很多是吧？山谷里面。我的摘个几十斤。哦，那你是？我摘个好，摘个20-30斤。哎呀，自己好带一点给孙子、外甥他们吃。我好，我家好家那也是。那肯定野生的，外面买都买不到的。以前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你们为什么会到山上来住呢？生长在这里。生长在这里，出生在这里。你的爷爷都住在这里面。哎呀，以前住在山上。爷爷的爸爸。爷爷、爸爸都住在这上面。打个粉啊，这个粉皮啊。啊，红薯，你一般种的红薯还可以把它做成红薯粉丝、粉皮。这个粉皮啊，就是这个一根啊，对，粉丝啊。啊，你自己做的。自己打的。把片买了，我没有做，去年做的。去年做的，今年就没有怎么做了。我把这番茄期末片买了，6毛钱就买的。哦，红薯啊，把红薯卖出去了。还都过来钓的，都过来称的。哦，来你这里收的是吧？收的。哎呀，我看一下你烧的那个土窑在哪里呀？也从这里不远。也从这里不远了。哎呀，你老人家体力还可以哦，每天这样上下山，每天在山上劳作呀，可能锻炼了身体呀。活动好一点的。对，人还是要活动一下。活动还是不好，那个他拔出去那里动呢，不动，活动还不动。啊，平时没有什么，身体没什么毛病吧？哎，那很好啊。我也没得高血压，也没得什么毛病那里。哦，又没高血压，也没糖尿病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都没有。哎，每天能吃能喝，是能睡觉。怎么是干你个小时间，是这。哎呀，这条路是你挖开的，我天啊！你像这条路，你要是每年我听别人讲，山里面这种路啊，哪怕是用挖机挖开了，但是每年还要做一些修缮维护啊。你像下雨天，这旁边的这个泥土啊，是啊，这旁边这种容易垮塌嘛，容易水土流失啊，每年还得要硬化一下。我看一下啦，看你这个窑啊，我还没见过呀，这个。一般人都不晓得。一般人都不知道啊。从哪里上去啊？你看那窑啊。从哪里可以上去？这里啊。从这里吧。这个就是你用石头堆起来的呀。那你平时用那个柴火不是把它放上去啊？站在里面呢，把个吸尘子。平时就把它封起来的。把它封起来，底下去生火了。哦，就在这个地方烧火，刚刚这里。木头呢？木头怎么放进去啊？从这里塞进去，从这里石头拿开，然后再塞进去，然后在这地方烧火。那里阴那里吹呢，烧好了就把那个烧好了，然后就把那个火，那个一能分的就开了，那里就是摸它。哎呀，我就亏得7毛多斤炭了。你像去年卖了多少钱的这个
碳了？也卖了几千块钱啊。几千块钱啊！去年气温要低一些，今年这个时候都，这个时候你像有时候还只穿一件衣服。十几个生活费还是可以搞。你这烧这个炭，在这里搞了多少年了？只搞2年呐，你还真的是有经济头脑啊！到处利用山上所有的资源呐，能利用起来都利用啊！不行了，这屯里面，你下去买什么病情啊？现在我们年纪你干不了什么活了，在外面打工也不要，我们就这个山。确实是。自己的山盟一些，我自己的不就可以看到就可以黑了。哦，是的，所以利用山上的资源。挖回来的，我今年在做房子，我挖了2000多斤了。你这个土啊，准备种些什么东西呢？种房子啊，种房子我并了2000，也并个1500块钱，大概2块多的。哦，这种了红薯。我这里也挖了2000多斤红薯。2000多斤。2000。 6毛钱卖出去，也卖了1000多块钱。并了1500多，1500块钱。嗯，厉害，真的勤快呀！你像这个东西，你认识吗？这个是那个肉冰浆呢。哦，这个好像也是好东西。这个有的是也是可以炒鸡翅了，这个拔不出来。啊，这个拔不出来。哎呦，我拔一下了。我听到别人说这个是可以搞鸡肉吃，然后有排湿的作用。是吧？它是有那个就是除湿的。哎呦，你力气真的好大！哎呀，我这还拔不出来，这个好难拔，连根拔起，拔不出来。哎呦，是吧？我们在其他的地方，别人告诉我这个是可以排湿气的。好啊，家里医生不是那除风湿啊。哦。这个风湿。除风湿，对对对，有排湿的作用。哎呀，这是你们以前搞的好多干的是吧？干的也可以啊，对。哦，这种干的也可以啊。我们有边的那肥鸡也是炒鸡蛋的也是，这个可以。啊，好了，这个新鲜的干的一起，这个一餐是可以吃的了。啊，好了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我们不吃了，我们要赶紧要下山了，以后有机会再来玩啊。好好。爷爷奶奶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我们徒步花了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，走到了山顶上，找到了无人机发现的这栋房屋。这栋房屋的主人是2位接近70岁的爷爷奶奶，他们2位独自生活在山顶上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，他们非常的勤劳。那么我在这里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